中国的军机数量并不多，最强的歼20战机相比于美国5代机数量也处于劣势。那么歼20将如何在作战中抵消数量差距呢？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军事力量的加强，中美之间的竞争成为国际上的一大热点。也因此，不少军事专家都构想，在中美发生军事冲突的情况下，双方将会利用各种武器装备，将会如何排兵布阵。而要说到构想中的中美大战，必然离不开双方在空中的较量。不过，鉴于美国拥有总数超过13000架的各类军机，在数量上，美军机占有绝对优势。而随着中国第5代战斗机歼20的服役，在当前的状态下，一旦危机爆发，中国将如何凭借为数不多的歼20战斗机以及主场优势来抵消美军机数量差，并且赢得对美军空战的胜利，也让人想探究一番。而美国专家也给出了自己的见解。近日，美军事专家戴维·埃克斯在美国媒体福布斯上撰文表示，中国现在大概拥有50架歼20，而美军拥有的5代机数量要远超中国。因此，一旦美空军决定利用空军突击西太平洋，中国不太可能派上歼20正面应战。但即便如此，歼20对美空军依旧拥有很大的威胁。美专家认为，歼20战机凭借着出色的隐身能力，可以在空中很好的隐藏自己的踪迹，并且歼20的内置弹舱能携带霹雳15空空导弹，该导弹射程最高达到200公里，因此歼20将成为美军的重点目标，进行远程打击。对于美军而言，尽管军机数量多，但要突入西太，必须要保证足够的续航，因此加油机必不可少。而美军的大型加油机就最有可能成为歼20的猎杀目标。在西太平洋，中国建立了严密的防空监控网络，像加油机这样的大型飞机很难隐藏自己的踪迹，隐藏很有可能就被探测出来。为了保护加油机，美军需要利用 F-22等战机在前线与加油机航线之间巡逻，并且利用侦察机进行探测。不过，侦察机同样容易成为歼20的目标。此外，相较于美军，歼20的数量虽然不多，但由于在中国的近海作战，加以其他型号的战机以及地面与水面部队的辅助，而美军受限于要维持全球战力，将兵力派往某一片区域时的力量也是有限的。因此，在火力配置上可能并不如中国。值得注意的是，此前有消息称，解放军在东海沿岸基地已经部署有歼20战机与东风17导弹等先进的武器装备。至于这些武器装备究竟是用来防谁的，想必也是不言而喻了。对于美军而言，无论如何部署，在第一岛链内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都属于下策。在歼11B 战机挂载反辐射导弹照片流传开后，引起热议。为何有观点认为它将是对岸天宫3导弹的克星呢？近日，一张解放军空军的歼11B 战机挂载新型导弹的照片引起关注。不少国外专家推测，这种导弹体积要比解放军最厉害的空空导弹霹雳15还要大一些，有点像美军的 AGM-88 高速反辐射导弹。因此推测其为解放军的新型反辐射导弹，而这也引起了对岸台媒的关注。据台媒中时新闻网报道，目前还无法判断这种新型的防辐射导弹是已经在歼11B 上服役，还是处于验证阶段。不过，台媒推测这种导弹可能将最终武装歼16战斗机，因为外界推测解放军歼16战机将主要负担起对地面防空力量的压制，因此这种反辐射导弹也会用于压制地面雷达。反辐射导弹又名反雷达导弹，是一种专门针对雷达系统进行打击的武器。这种武器在发射后能追踪雷达波信号，从而发现敌方雷达阵地所在，从而直接对雷达设施进行打击。也有对岸的专家推测，解放军的这种反辐射导弹是针对对岸的防空武器所研发的，有可能会成为对岸最先进防空导弹天宫3的克星。说起天宫3防空导弹，这件武器与雄风3反舰导弹一起被对岸誉为空海神器。尽管对岸媒体不断造势，对岸专家也大力吹捧。拿天宫3来说，对岸号称这种导弹能对25000米高空的导弹以及飞机进行拦截，而增程版其拦截高度甚至达到7万米，且天宫3导弹能达到 5.5 马赫，可对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进行拦截。不过，这种导弹实际效果如何，咱们也都清楚，对岸明显有夸大宣传成分在里面。不过，作为一款防空导弹，天宫3还是能对飞机和导弹造成一定的威胁。
与爱国者系统相似，天宫3导弹系统同样是分为导弹系统与雷达系统2个部分。雷达负责探测目标，并将接收的信号传给导弹，从而引导导弹发射。为了防止被一锅端，对岸往往将导弹系统与侦测雷达分散，增强雷达的隐蔽性。对岸天宫3导弹采用自研的机动长白雷达，不过这种雷达技术基本上就是美国爱国者2与爱国者3雷达的杂糅，瑕疵本身就很多。而且对岸在研制这款雷达时受制于技术与资金，同时也没有充分考虑到反辐射导弹的情况。机动长白雷达的抗击毁能力相较于美国爱国者系统都要低很多，更不要说其电子干扰能力几乎没有。因此在进行作战任务时，机动长白雷达一旦开机，就很容易被反辐射导弹侦测到，基本上就会成为活靶子。而一旦雷达系统被打掉，天宫3导弹也会变成瞎子，同样会成为解放军各种对地导弹的活靶子。网上曝光运20加油机与歼20战机同框画面，好消息来得猝不及防。网友指出，还是有一个小遗憾，到底是什么呢？近日，网站上一张照片引起讨论。照片中，一架大型飞机后跟着一架战斗机，而大飞机机翼处隐约可以看到有一根长管延伸到机身后，似乎快要与后方战斗机对接。尽管照片并不清晰，但从外形轮廓来看，很容易判断出这架大型飞机是我国的运20运输机，而后面跟着的战斗机是我国先进的歼20战斗机。如果这张照片是真实的话，也算是全网首曝运20给歼20加油照，这可是相当罕见的一幕。作为我国大型运输机平台，运20自问世以来便备受瞩目。去年就有消息称，运20平台的加油机已经首飞，我国加油机荒的问题很快就能得到解决。如今看到运20加油机与歼20同框的场景，可以说这一刻终于来了。不过也有网友表示，从照片中我们看到运20加油机与歼20同时现身，的确让人激动，只是还有一个小遗憾。网友指出，遗憾的地方在于，照片中运20的加油管依旧是软管加油，而不是目前最先进的硬管加油方式。软管加油在安全性与加油效率上都不如硬管加油，而美军就主要采用硬管加油的方式。很多人期盼运20加油机也将采用硬管加油的方式。不过就当前而言，运20采用的软管加油的方式实际上更符合我国空军的特点。过去中国在轰6的基础上改造轰油6加油机，不过首先鱼平台轰油6一次仅能为其他战机加油18吨，而且其加油吊舱接口仅适配歼10战机和歼8D。随着我国引进苏30与苏35战机，轰油6完全用不了。后来我国从乌克兰引进3架伊尔76加油机，才算解决这些战斗机加油的问题，但在数量上却完全不够用。中国目前总共3架伊尔76加油机与10多架轰油6，但各式军机却有3000多架。就拿战机而言，我国主力战机依旧是3代机为主，这些战机的加油口还是适配软管加油。因此，我们的加油机首先考虑的是要解决庞大数量的各式战机急缺加油机的问题。因此，运20加油机最开始采用软管加油完全合情合理。此外，硬管加油的话也并非尽善尽美。比如硬管加油机一次只能给1架战机添油，而且硬管加油机的成本要远超软管加油，即使是资金充裕的美军也没有全部采用硬管加油。而且随着新工艺的改进，硬管加油机对飞机技术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即使是美军也没能完全解决新工艺下硬管加油技术。像波音公司为美国空军研发的 KC-46加油机，就是在硬管加油的新工艺上存在一些问题，不断被爆出问题，至今没能在美军大规模服役。由此可见，如果中国要采用硬管加油技术的话，将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进行研究。让运20立马就上线硬管加油技术，既不现实，也不符合中国空军对加油机要求救急的特性。当然，这也不是说我们未来将会放弃硬管加油。有消息称，未来运20加油机将会采用软管与硬管结合的方式。将来随着歼20战机大量服役，以及轰20等重型轰炸机出现，我军在对加油机效率上必然有要求。随着中国军事实力，尤其是海军实力的崛起，美国也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
然而美国人却一直在打售台牌来搅和中国。最近有消息传来，美军的先进战舰滨海战斗舰可能将加入售台名单，这艘战舰实力如何？据台媒报道，近日，美国海军作战部司令吉尔迪上将以及海军部长布雷斯韦特都提出，在美国大选后的3个月空窗期，应该加紧海军改革。台媒建议，首先就是把10艘在役的自由级滨海战斗舰全部退役。此外，6艘正在建造的滨海战斗舰应该马上停工，从而改为建造更加可靠的星座级护卫舰。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军方也有声音表示，可以将现有的滨海战斗舰可以出售出去，甚至加入售台条款中。说起滨海战斗舰，可以说是美国海军独有的一种战舰了。滨海战斗舰以高机动隐身属性为主打，能执行侦察、护卫、排雷、对岸攻击、封锁港口等，可以说是美国专门为在他国近海作战而设计的一种新型战舰。因此我们看到，美国人想把滨海战斗舰售台的目的也是不言而喻的。只是这玩意儿恐怕对岸压根看不上，这是为何呢？台媒在报道中自己都用了评估长这个词来表达对这种战斗舰的不屑。就目前滨海战斗舰在美国海军中的表现来看，其最大的敌人就是他们自己。为了想让滨海战斗舰变成全能舰，美国人把一堆乱七八糟的科技往上堆，结果就是适配问题很多，战舰是故障连连。局座张召忠曾在节目中就将美军的滨海战斗舰吐槽为破烂舰，靠一个平台的供电系统来维持那么多不同属性的设备，一个设备短路造成停电事故，其他设备也就没法用了。可以说不出故障才不正常。要说滨海战斗舰故障连连也就算了，关键是还不便宜。美军为滨海战斗舰项目投入100亿美元，但造价超过了5亿美元，这么贵的军舰却无法派上用场，最终只能拿来骗盟友的军费。之前美国人更是以112亿美元的价格将4艘滨海战斗舰卖给了沙特。所以说，美国人要买滨海战斗舰，完全是为了让别人接手烂摊子。更重要的是，哪怕可以无视滨海战斗舰的故障以及价格，这艘军舰同样是一个怪胎。美军最初打造滨海战斗舰，也是为了延续非对称式作战，说白了就是在对付海军实力或者反舰能力羸弱的武装，可以不用兴师动众，利用几艘滨海战斗舰的高机动性进行快速压制。然而后面美军发现这个想法是挺好的，但压根不实用呀。对付大国海军，滨海战斗舰派不上用场；对付一些小国家或者地方武装，周边美军基地出动的效率要更高，滨海战斗舰同样派不上用场。就连美军自己都用不来，给别人用也只会成为累赘。